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有些问题我们只敢在夜深的时候想，白天忙着生活，一到晚上灯关了，手机放下了，那个人的脸却突然浮出来。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候，明明已经过了很久，可心里还是会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，为什么他从来没有来托梦？不是想要什么指引，也不是想问未来，只是想确认一件事，他是不是已经忘记我了？很多人不会说出口，但这个念头其实非常普遍，尤其是在某些时刻，生日、忌日、过年，或者你特别累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你并不是不接受死亡，你只是接受不了那种突然断掉的联系感。有些人会安慰你说，可能你太想了，才梦不到。也有人说，可能他已经投胎了。还有人干脆告诉你，托梦这种事本来就不一定。可这些回答往往都无法真正安慰人，因为你心里真正想问的其实不是为什么没有梦，而是在他的世界里我还重要吗？这是一个很人性的疑问，也非常真实。人活着的时候，我们习惯用见面、说话、回应来确认彼此的存在，可一旦人离开了，这些全部消失，你就会开始怀疑，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还在记得？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放不下？所以你会忍不住去听别人说托梦的故事，听到别人说，我妈妈托梦告诉我她过得很好，我爸爸梦里交代我一件事，你一边替他们感到安慰，一边心里却更空。你会开始偷偷比较，是不是我不够重要？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？是不是我们之间的感情没有我想的那么深？但很少有人告诉你，这种痛其实不是迷信，而是一种失去之后的心理回声。佛教里并不急着回答会不会托梦这种问题，他更关心的是活着的人心里正在发生什么。因为从佛教的角度来看，梦从来不只是对方有没有来，而是你现在的心正处在一个什么状态。有些人在亲人刚走的时候，反而会常常梦到，梦里很真实，说话、吃饭、走路，像什么都没变。可奇怪的是，随着时间过去，梦反而越来越少，甚至完全没有。于是人开始恐慌，是不是感情淡了？是不是缘分尽了？但佛教并不这样理解。在佛教的视角里，梦并不是一种随叫随到的通讯方式，它更像是一种心与心短暂重叠的状态。当一个人内心极度混乱、极度执着、极度放不下的时候，反而更容易出现梦境。不是因为对方来了，而是因为你的心还停留在那个时间点，你还在反复回放最后一次见面、最后一句话，甚至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事。梦其实是在帮你继续未完成的情绪。而当一个人的心慢慢开始接受现实，慢慢学会把爱放在心里，而不是拉回来，梦反而会减少。不是遗忘，而是关系换了一种存在方式。可问题是，人往往不愿意接受这种解释，
因为如果梦少了，就好像证明一件事，时间真的在往前走，而你再也回不去了。所以你宁愿怀疑对方忘了你，也不愿承认你们之间的相处方式已经变了。但佛教想提醒的，并不是要你看破生死，而是要你看清一件事，真正让人痛的，不是对方有没有来，而是我们一直站在原地等一个回应，等一个证明，等一个能让自己继续执着的理由。你有没有发现，那些最痛苦的人，往往不是没有梦，而是把托梦当成唯一的安慰来源。一旦没有梦，整个世界就像被关灯一样。而这一点，正是佛教在生死观里最小心提醒的地方。不是因为无情，而是因为如果你把全部的情感出口都压在一个无法控制的现象上，你会活得非常脆弱，你会开始怀疑自己，怀疑关系，怀疑爱是否真实存在过。可佛教真正想说的，恰恰相反。他说，真正深的缘，不需要反复证明。为什么有些人拼命想梦见，却越想越梦不到，而有些人毫无预期，却偏偏在某个平常的夜晚，突然梦见得很清楚？很多人以为梦不到是因为缘分浅，可实际上，梦不到往往是因为心太用力了。你可能没意识到，但只要你曾经在睡前反复想过一句话，今晚会不会梦到他，你的心其实已经处在一种高度紧绷的状态。这种状态和真正进入梦境所需要的松是相反的。佛教里有一句话，很少人会拿来解释梦，但却非常贴切：心有所住，即不得解脱。这里说的住，不是居住，而是卡住。当你太想得到一个梦，那个梦本身就变成了一种执念，而执念恰恰是让心无法自然流动的东西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矛盾的现象，越是拼命想梦见，越是梦不到。而那些真正梦到的人，往往是在某个已经很久没想起的夜晚，不是因为对方突然想你了，而是因为你的心终于暂时不抓了。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，因为一旦承认，就好像在说，是不是我放下了？是不是我没那么爱了？可佛教对放下的理解，和我们日常理解的其实完全不同。放下不是不爱，而是不再用力证明爱。你可以继续怀念，继续记得，继续在心里为那个人留一个位置。但当你不再每天盯着那个位置看，不再反复确认他还在不在，那份关系反而会变得更安静，更稳定。可我们大多数人做不到这一点，因为我们习惯用感觉来确认关系。有感觉就觉得还连着，没感觉就开始恐慌。于是你开始做一件对自己非常残忍的事，你用有没有梦到来衡量一段感情的深浅。可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判断方式，因为梦本来就不是一个稳定、可控、可复制的现象。你把情感的安全感
交给一个你无法决定的东西，那你注定会一直焦虑。佛教并不鼓励人去追逐这些不稳定的验证，不是因为它否定灵性，而是因为它太清楚，人一旦把希望放在现象上，就很容易被现象反噬。你越在意，就越容易受伤。所以在佛教里，真正被反复提醒的，从来不是它会不会来，而是你现在有没有把自己困在一个永远等回应的位置上。你有没有发现，那些最痛苦的人，往往不是刚失去亲人的人，而是已经过去很久，却仍然活在某个未完成状态里的人。他们不是不想走出来，而是不敢，因为一旦不再等那个梦，不再等那个迹象，就好像真的要承认一件事，这段关系已经进入一个你无法再参与的阶段，而这一点比死亡本身更难接受，所以人会选择继续等，哪怕等得很累，也比彻底面对现实要轻松。佛教把这种状态称为一种很温和却很消耗的东西，执着于过去的馨香。它不是疯狂，也不是迷信，而是一种我还不想离开这里的心理停留，而梦恰好成了这个停留的出口。所以你才会发现，一旦你的人生出现新的压力，新的工作，新的关系，新的责任，梦反而更少了。不是因为你忘了，而是因为你的心开始被拉回到现实。可很多人会因此产生强烈的罪恶感，他们会想，是不是我过得好了，就对不起他？是不是我不再梦见，就是不孝，不念情？但佛教在这里给了一个非常温柔的视角，他说，继续活下去从来都不是背叛，真正的背叛是用一个已经离开的人来惩罚还活着的自己。如果你每天都活在我是不是该更痛一点的自责里，那份爱反而会变成一种枷锁。所以佛教并不鼓励人执着于有没有托梦，他更希望你问自己一个问题，如果他真的能看到你，他希望你现在是活着还是一直等着？这个问题很多人一想到就会沉默，因为答案其实很清楚，只是你不敢往前走。为什么有些亲人即使真的有缘，也不会轻易出现？甚至在佛教的理解里，不出现反而是一种保护。很多人其实心里都有一个不太敢说出口的疑问，他们会想，如果真的有缘，如果真的还能感应到，那为什么一次都不来？甚至有些人会开始怀疑，是不是对方已经走得很远了？是不是已经投生了？是不是已经不记得我了？可佛教在这里给了一个和大众想象几乎相反的答案。他说，有些不出现，不是因为忘记，而是因为不忍。你可能第一次听到这句话，会觉得很抽象，但如果你静下来想一想，它其实非常现实。佛教并不把托梦当成一种随意发生的事，它更像是一种非常消耗元力的接触。简单说，那不是一条随时可以打通的电话，
而更像一次需要双方状态都合上的交汇。而问题就在这里，很多还活着的人，状态其实并不适合见。你可能很想念，但你的心是乱的。乱在哪里？乱在你并不是单纯的想见，你是带着很多东西在等。你想要一个确认，想要一句回应，想要一句我还在，甚至想要一个能让你继续撑下去的理由。而这些期待在佛教里被视为一种强烈的情绪牵引。这种牵引不是爱本身，而是爱和恐惧混在一起后的产物。你一边怀念，一边害怕失去，一边想靠近，一边又无法接受分别已经发生。这种状态如果真的相见，对谁都不是安宁。所以佛教会认为，真正有缘，真正慈悲的存在，反而会选择不打扰，不是不回应，而是不把你再拉回那个你已经很难承受的位置。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，真正梦到的那些人，梦的内容往往不是痛苦的，他们梦到的多半是安静的场景，对方只是坐着，或者微笑，或者什么都没说。而那些拼命想梦到却一直梦不到的人，现实里往往正处在情绪最混乱的阶段。佛教会认为，当一个人的心还需要被安慰，那他其实还没准备好见。这不是惩罚，而是一种保护。保护谁？保护你。因为真正的见，不是为了让你哭，也不是为了让你继续依附，它更像一种在你已经站稳之后才可能发生的确认。可问题是，我们大多数人并不是在站稳之后才等，我们是在最脆弱的时候等，在最孤单的时候等，在最需要被拯救的时候等。而这个等本身就已经让你停在原地了。佛教并不反对思念，但它非常清楚一件事，如果思念变成你继续生活的唯一支撑，那它就开始反噬你了。所以它宁愿让你感觉不到，也不愿让你继续活在一种靠幻想续命的状态里。你可能会觉得这很残忍，但如果你换一个角度看，你会发现这是一种非常现实的慈悲。因为真正伤人的从来不是没有梦，而是你把人生暂停，交给一个你无法掌控的回应。很多人其实是在用等一个梦来逃避一件更难的事，继续往前活。活着要面对新的关系，新的身份，新的责任，而这些都意味着你必须承认，有些东西已经回不来了。佛教从来不要求你马上放下，它只是提醒你不要把自己永远放在一个等待许可的位置。因为如果真的有那份牵挂，它不会因为你继续生活就消失。你过得好不是辜负，你走得远不是忘记。真正的遗忘是你用痛苦定义了一段关系的全部，而真正的记得
反而是你可以想起，却不再被拖住。其实很少有人认真想过一件事，如果真的托梦了，那一刻真正被改变的会是谁？大多数人的直觉答案是，当然是活着的人。因为我们痛，我们想，我们放不下，所以我们总觉得托梦的意义是来安慰我，告诉我你还在，让我别那么难受。但佛教在这件事上的理解恰恰相反，他认为真正完整的缘不是只照顾一方的情绪，如果一段连接只是在帮你逃避现实，延长痛苦，让你更不敢面对生活，那它在佛教里并不被视为善缘。你可能会觉得这很冷，可你静下来想想，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？他们说，自从那个人走了，我这一生就这样了。他们不再开始新的关系，不再规划未来，甚至不允许自己过得稍微快乐一点，因为一快乐就觉得是背叛。佛教对这种状态看得非常清楚，他会说，这不是深情，这是执。执是什么？执不是爱的太多，而是把爱变成了你不肯走的理由。所以你会发现，佛教里的很多故事里，真正出现的梦几乎从来不是在最崩溃、最撕裂的阶段，它们往往发生在一个时刻，当事人已经开始重新站回生活里，也许是开始照顾别人了，也许是重新有了节奏，也许只是某一天不再反复问为什么是我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一个很轻很短的梦出现了，没有解释，没有交代，甚至没有对白，只是一个确认。而这个确认不是为了把你拉回去，而是为了让你更放心地往前。所以你现在再回头看，为什么不来托梦这个问题，它的重心其实已经变了。重点不是他还记不记得我，而是我现在是不是还需要一个出现来替我做决定。佛教不否认缘分的延续，但它非常警惕一件事，把不可见的东西变成你人生的方向盘。因为只要你这么做了，你就会开始停下来等一个信号，等一个许可，等一个我可以继续的证明。而这恰恰是佛教最不希望你停住的地方。它不是要你无情，它是要你明白，真正重要的关系不会要求你用一生的停滞来纪念。你不必靠痛苦证明你记得，你不必靠停留证明你深情。如果真的有那份牵连，它存在的方式一定不是把你压在原地。所以很多时候，所谓的没来，并不是缺席，而是把空间留给你自己，让你去过你还没过完的这一生。其实走到这里，你可能已经发现了，这个问题早就不是他们为什么不来托梦，而是我们到底在等什么。很多人以为自己在等一个梦，等一个出现，等一句话，可真正等的往往是一个让自己不用继续往前的理由。你不是真的不知道，人生还要继续，
你只是还没准备好亲口承认这件事。佛教之所以很少鼓励人执着于有没有托梦，不是因为他否认感情，而是因为他太清楚，人一旦把希望压在不可控的事情上，就很容易把一生耗在等待里。你会开始不自觉地想，如果他来过，我就能放下了；如果有一个梦，我就安心了。可你仔细想想，就算真的来了，真的说了你想听的话，那一刻之后呢？你还是要醒来，还是要面对没有他的世界。佛教并不残忍，它只是很诚实。它告诉你，真正能让你走下去的，从来不是一个信号，而是你自己愿不愿意往前。所以有些缘不再出现，不是断了，而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。它不再干预你，不再拉住你，不再替你做决定，它只是安静地退到一边，让你成为那个继续活的人。你可以想念，可以难过，可以在某些夜里突然掉眼泪，这些都不是错，但你不需要用一生的停留来证明你记得。真正深的关系从来不会要求你牺牲未来。如果真的有那份牵连，他一定希望看到的不是你停在原地，而是你慢慢走远，但走得安稳。所以你现在可以不再问为什么他不来找我，你可以换一个问题问自己，如果没有任何回应，我还愿不愿意把这一生走好？当你能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来不来已经不那么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你终于不再把人生交给等待。卢叔送你一句话作为结尾，真正的思念不是把自己留在过去，而是带着记忆好好活在当下。这里是卢叔讲经典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